张老师再喝点茶比较生硬。对对对，我们接着聊。中国社会好像现在最大的焦虑是一种阶层的焦虑。特别有意思，就我都不知道这个高考选专业是一个很大的生意。我这周呢正好还因为另外一件事呢采访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他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就是高考的时候帮忙选专业的这个生意。我还问了他一下，我说大概要多少钱？他说其实不贵，一个家庭可能是8000到1万块钱。我说那还挺贵的，是不是？对，如果这家的父母就一个月挣3000、4000人民币一个月，那还是挺大的一笔支出的。就是你我都没有经过这个年代，就是我们上去，我们说实话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啊，我那个年代就更，我不知道你这是北大77级中文系，好吧，这是最顶尖的，好吗？对，那是，而且我们当时也是，就是什么是20:1还是多少，反正就是录取比例很低的。但是呢，当时的选专业完全是凭自己，我说凭自己，很多在家里面也是。家长也是要算计的，比如我就有很好的朋友，他完全是后来他就最后也是要写诗，他本来是一个文青，可是他的家长就告诉他说的，你千万不要选这个，将来找不着饭碗吃，而且很危险。那个年代，你想，就是文革结束没多久，文科是文科一定不要去读，又危险，将来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挣到钱，所以这个女生就后来就学了医。可是他最后后来又到了美国来，所以他业余之余，他还是要写诗，还是在一些什么小的文艺社，这是很普遍的。就是实际上家长要帮你权衡利害，要算计。我自己就是一个傻乎乎的，我根本就是当时3个选择，我填的就是头2个都是北大，然后第2个我还很不甘心的填了一个北师大，而且都是什么中文系，就是。一脑门子就是说我要上就上最好的，然后就是歪打正着，正好就进去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呢，人就是没有后来的这么拥挤，而且万一你上不了的话，你就好像一败涂地。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有10年没有高考这件事儿了，所以其实还是大家憋着一股气。当时大家也不知道上了大学以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回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是把这个回报的这个算得非常清楚。这又是另外一个不同，就是这种英式教育，其实尤其是在我们那一代，整个是文革10年，我等于是文革之后才开始上小学，你想，然后文革是根本没有，文革期间你上的小学，文革期间还很多人没有上过初中，还有很多人像习近平就没有上过初中，上过高中，是吧？这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后来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里边有好多都是这种，就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以后，然后去工厂农村，一去就8年、10年、10几年。就我班里最大的同学比我大14岁，你想，对，就没有经历过那种天天从小就在做题，就在这种焦虑当中，就是我能不能升到最好的学校，然后如果升到不好，进了不好的学校，你就看到后果就不一样。我们说句实话，我们要还是要承认。当时哪怕是我是89年上大学的，我们那个也是10个还是12个人里面挑1个人能上大学，那时候就是在大学扩招之前。但是那时候出来，尤其你们77级、78级，那都是在抢大学生呀，一个单位能来1个大学生，那就是宝一样的，对吧？我毕业的时候还是包分配的这样子的。那现在的小孩，常青藤这个毕业的回去都不见得有工作。这个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那么多的大学生、硕士生都是去送外卖的。我为什么说起来就是这个我和这个年轻人的谈话呢？特别有意思，他就是做这个高考咨询的。我问了他一下，因为我想做一个选题是做这个在中国读1984是怎么样。他说他从16岁开始读1984，读了很多遍，但是他也特别喜欢读《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我说你为什么喜欢读《美丽新世界》？我以为是说中国人都知道嘛，中国就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结合嘛，就是让你娱乐至死，然后给你很多无脑的这些的内容，你就不会七想八想了，是吧？也没时间去想。他说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觉得《美丽新世界》特别吸引他的一点就是那里面的分层，人一生下来他就是不一样的。我就发现现在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对阶层的这种意识是非常强的，他们的这种焦虑是非常强的，也同时就印证了就我们前一阵子说的，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会怀念文革，会怀念毛时代，就是他们那时候
把阶层打乱了，暂对时就是失序了，表面上是打乱的，对。对。但是现在来看中国问题啊，很多时候还真的就要从这个年轻人对这种阶层的这种焦虑，包括父母中产，就是我最近写的这种中产的这个失业，也是一种阶层焦虑嘛。就你的没工作也找不到工作了，你就是要往下跌的。这种的，我觉得中国的这种焦虑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这其实中国有点走了一个大圆圈，因为你知道，就是费孝通他们那个应该是1940年代写的《乡土中国》，他最有名的一个论点就是中国是一个叫差序格局，是吧？就是说有差别，但是它又是有序的，就所以你这个阶层，比如士农工商，阶级地位都很清楚的，谁要干什么，然后各就其位，这也是儒学的一个嘛，就是说这个尊卑秩序是人的只要有社会一定有尊卑秩序。就是毛时代是把很多传统的秩序，包括阶级，就是搞阶级斗争嘛，对，就要搞个天翻地覆，把地主富农摁下去，然后把工人农民拔起来，就是当家做越红越好啊，然后知识越多越反动，所有的都天翻地覆，打乱了之后，在乱中就生活永远是灰色的，有很多残酷的、暴力的。我们讲了文革，以前讲的文革，就是说那些知识分子或者什么的，就原来所谓的权贵就失去一切，但是同时也有一种好像就是解放了啊，就是好多普通人就没事儿啊，除非你是一个什么造反派，什么互相打起来，也上学也没有压力，对吧？其实它又有一种解放感。就包括我们那时候上学，一方面是没书读，一方面哇，你在年轻的时候就玩啊，就可以随便玩。但是你玩，那什么哥哥姐姐都是去那个插队然后现实就是现实的铁锤总要砸到你的头上。当你到了要上大学的时候，或者说你要工作的时候，没工作，所以这是老毛的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决策，就是红卫兵你们不要在这闹事儿了，正好也没有工作，整个经济都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你们就下乡去吧。说是让你们接受再教育或者改天换地，实际上就是解决一个没有就业不足的问题。对，然后呢，教育没有。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年轻人遇到了现在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另外一种苦闷。对，就是说他没有书读，没有好的工作，他是另外一种看不到前途。但是那个压力和后来的这种就是学奴的压力，和然后到现在经济下行之后，可能你读个什么不好的学校，你都可能不见得找着工作。这种压力它是两种，所以我说他转了一圈又回来，就是说现在突然这个所有的这个秩序，好像这个格子又回来了，每个阶层的身份好像而且越来越固化。对，这种阶层确实是在固化。现在呢，也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家长，他们以前不是去叫鸡娃嘛，然后去送孩子去读很多很多书，很多很多班。现在这些班的很多家长现在就不做了，因为他们看到好多孩子这么被激的干什么，有各种心理问题，各种各样问题，然后去上了很好的大学，出来也还是没有工作。那他们索性自己也轻松一点，也少花一点钱，也让孩子稍微的轻松一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的，因为尤其是在这种 AI 的时代，我觉得以后越来越重要的是这种的人际的交往的能力。很多的中国的小孩，我这些年看下来，我觉得很多就是读书读的有点读傻了，真的说句是不好听的，就是读傻，就也不光是书呆子，就是这种生活能力，这种和人的这种交往的能力，说话的能力，然后怎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怎么就说做一个又是独生子一代，对吧？他们对跟那个兄弟姐妹的交流当中学习，跟人际交往的这个环境也没有，就非常的 awkward。现在那么多人都喜欢说我是 I 人。就是我是一个对，是个内向的 introvert 这个越来越多的人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宅男宅女，然后就是尤其是男性，这种年轻的男性，他们就是很多人就是整天就在打游戏。说实话，这可能也许中国更突出，但是其实你不觉得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是这个电子产品。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什么插画了什么什么之类，就是有那个年轻人，就是小孩5、6岁，80年代的时候说你们竟然就说20年后、30年后，竟然你们就是每天就是
手上有一个东西到处都跟着你，然后所有人都在看这个东西，互相之间不说话，不会到草地上去晒太阳，不会去读书，不会和你自己的朋友玩，整天就是在你手上的那个东西，就是他从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如果80年代的时候来看现在这个世界，就这个世界太奇怪了，所有人都被一个手机就给操控住了。对，这又是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手机，就是新媒体也好，还是什么电子就是网络文化说起，这就不是一个中国只有的问题了，不光是中国了，就是一个工业化社会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对吧？但是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它又有个应试教育的这个东西在这压的就是各种变形，而且就是说其他的路少，比如美国，你就说你不上大学。对吧？你做一个蓝领的工作，如果你住在纽约，你要知道，一个 plumber， 一个管道工好贵呀，他可以挣很多钱，就比你不是说你大学毕业生你就一定要比一个蓝领的有一门手艺的人挣得多，对吧？所以他还是有其他的各种管道，对，就是这样。不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川普现象也是美国社会一个普遍反思，就是说整个这个叫什么 meritocracy 这一代，对啊。就是绩优主义绩优主义就通过教育来，最后就是也有调查嘛，就这几十年60、70年、7、80年以来，这个大学毕业的人，他的薪水的收入总体来说就的确是高于和那些就是没过上大学的要，这是一个就是现在形成反弹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对吧？然后。本来不是这样的，本来就很多一个好的工人，当然这跟产业转移到其他中国啊什么其他又有另外一个关系，这是就是另外一个面向，这是一个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它的路更窄，对啊，而且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你送外卖就是现在越来越就是送的要多快，就是这些说现在中国有多么方便的人，你点的越快，那个。送卖的人就跑的也要越快，对吧？然后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你的收入并不会跟着年年上升，而且就说明这些人的这个送外卖的外卖员的人数在增加，所以他们就随时都 available， 随时你点，他们随时就有人来，很快给你送过来。是啊，他们的收入肯定就是在下降。我确实是经常写，中国经济确实是。这几年非常差，失业问题很差，不光是年轻人，中年35岁的危机，各方各面的这样子的一些东西。但是同时，我觉得回到张雪峰，就是他看到了可能这种东西，形成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可以说，其实有2个中国。对，一方面有一个说法是什么海约克的中国还是什么的中国，是我说的是一个那个对，就是一个乐观的、向上的、闪光的。shiny 的这样的中国 ，shining China， 对，另一个是在那个阴影底下的，所以它这个两岔呢，就使得，比如说这个闪光的中国是大城市1、2线，然后这些成功城市，他们点外卖，他们整个就是可以国际旅游、高铁什么一系列，他们都是享受者。另一些就是在那儿送外卖的，在修地铁的，然后在那流水线上没日没夜的阴影下生活的阴影生活，然后他在。到处找工作，就是今天可能这边没有了。另外，就是我就有些上海的亲戚就告诉我，他们就说，实际上就是，当然了，我的亲戚可能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他们就说，这些退休的或者已经功成名就的这些人，其实现在在中国生活的很舒服，对啊，他们就没什么太多的退休的人士，对，他们顶多是有点苦闷，就是说哦，他们也知道要看信息，要翻墙什么等等，但是这些对其他还在谋生当中挣扎的都太奢侈了。对，他们同时在上海，就同时你在那些高铁站或者什么，就会看到那些整天在那儿蹲着等着找一天的工作，然后第2天还要就是晚上就吃个面条什么，吃个你知道现在就叫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就是现在中国最有钱的人是这些老年人。对，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现在就是年轻人很难找工作。他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挺年轻的，20多30岁，就原来做编辑就没工作了，没工作了，然后就也挺无聊的，在家也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就去看这些大妈大爷们跳这个广场舞，然后呢，他们这些人都花很多的钱跳广场舞，你知道吗？现在就是老年人。我那个朋友说，他也退休了，他说他们小区里面街道上就是要去
去跳广场舞，去参加时装演出什么之类，都是要花钱对来进入这个竞赛的这个，就他们要花很多钱。然后呢，这种跳广场舞的，他们要雇人来给他们拍照，他们就相中了这个女孩子，说你来给我们拍一下。如果她拍的还行，因为她好像是美术编辑什么之类的，对，拍的还行，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工作，然后他还帮他们剪辑。所以其实现在这个就是说有点吊诡的是，就年轻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们老一代人是先苦后甜，我们是先甜后苦。对，就是说你们可能在那个就是经济起飞之前的年代，不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政治上的迫害，你们那时候苦，年轻的时候。可是你们现在苦尽甜来了，你们赶上了经济起飞的时期，你们现在退休了，你们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然后我们就赶上了这个，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挺好的，我们从小就习惯了一定水准上的物质生活，这是我们的预期。没想到到我们要工作或者中年正在要养家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经济开始下行了，这个通大窄，所以我们先甜后苦了，这个很难的。其实先苦后甜都是就像人从低往高处走容易，从高往下是很难的。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asavi，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asavi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Masavi 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asavi 下载。感谢 Masavi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你刚才说的就是有两个中国，是吧？我们就是看中国，实际上就是两面都要看到。但是我觉得不光是这些年纪大的人，生活的不错，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无论如何都是觉得中国很好。就任何的时候，你说中国不好，他们都很生气。就他们现在，也许他们没有工作，也许他们在啃老什么之类的。你说的是00后吗？00后啊，对，90后、00后都是这样子。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在阴影里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人数呢还没有那么多。就中国呢，确实这几年经济不好，就业不好，房地产跌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很多人都开始没有工作。但是还有就是就像我采访的那些中年的那些人，他们没有工作，但他们还有一些房产，可能还能收个房租，或者呢他们银行里还有一些钱，或者他没有工作，他老婆还有工作，就还没有到最后真的活不下去。这种人肯定有，但是呢还没有多到就完全就巴不领，就是摁不住了这样子的。说到我就看这个伊朗，我就说伊朗人为什么这么勇敢？就是从22年的时候是吧，那个戴头巾的那个女生开始，就有很多人都出来，就真的就死掉了是吧？然后很多人坐牢，然后呢去年一波，今年1月份又一波，那都是几千几万的，就我们没有具体数字。我就经常在想，我们上次不是说这个现在大家都公认的一个，就是说伊朗有80%的人是不支持现在这个政权的。对，20%，我就问过一个伊朗人，他说哪有20%呀？这根本没有那么多，可能5%了，5%、10%。但是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怎么就会一个社会走到，就是说很多人，我看到有这种的和伊朗国内的人，他们就有很多人，他们说他们没有 fear， 没有恐惧了。就是我觉得中国现在普遍的状态是，大家还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真的豁出去来的人是很少的。一方面恐惧，一方面还有一定程度的安逸。他就因为有安逸，所以他没有恐惧。这两个有点相反相成，这让我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可以讨，就是中国和伊朗两个古老的文明，然后都有很长的这种专制的传统，不论是你是神权还是共产党，其实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国家宗教，也是一种神权，也是一种神权，对吧？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之下，为什么到现在出现了这么不同的？
我们那天谈了一些伊朗电影，但是就是除了伊朗电影，就是整个这个社会对现有制度的满意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我觉得这蛮有意思，因为我原来想可能就从一个非常宏观的历史上的背景，好像这两个说实话都是古老文明，西方人传统看来有很多相似度，就白种人的优越感眼中看下来的就是东方专制主义。对，但是我们其实都耳熟能详啊。冷战的时候那本书，大家中国人都知道，就叫那个叫什么魏特夫还是什么，就是翻成中文了还都挺有名的，叫东方专制主义。那是冷战的时候，它的两个例子好像是中国和苏联，就这两个俄国和中国都是那种专制传统很长的，所以他们就是天生就是接受这种奴役的。可是实际上有一个更远的比较是波斯，对吧？就是说波斯的专制这是你可以一直推到就是最早的应该说是亚里士多德。其实亚里士多德他是典型的，就是说，当然他也是一个希腊优越人。他说他是那种地理文化决定论，就是说因为这个波斯当时也很强盛，他们这个气候比较温暖，所以人就比较没有那么强的张力和精神性，他们就很安于现状，世俗这种秩序没有反抗性。然后呢，日耳曼人就是这些北欧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太冷了，所以他们就是在非常严酷的环境下，他们就是战士武士。他们不聪明，但是他们有战斗性。然后我们希腊就在正好是地中海正好中间，我们又有文明又有文化，但是我们也有，因为他们打败了波斯嘛，他们就对他们的城邦自由，最后战胜了强大的波斯，很自豪，就认为因为东方人就是以波斯代表的东方人就是天生的就是要接受专制的。后来从亚里士多德这个说法一直源远流长啊，一直到我们知道什么黑格尔还是孟德斯鸠，那时候把中国也勺进来了，就说中国也是东方专制的一部分，他们天生就是当奴隶，他们可以很聪明很机智文明很高，但是他们不要自由，他们接受专制。可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不同？我当时就说你说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其实就是很现实，就是不论是哪儿的人，你的基本的第一生存就是你的经济，你能不能活下去，这是第一要义，就连美国也一样，对吧？你如果活不下去了，这个自由恐怕就要穿不上来了吗？对呀，是啊，所以还是经济出了问题。近年我也经常回想一个我的北京的老朋友，当年这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觉得他还是挺有先见的，就是他10几年前在饭局上就说过，就跟那时候就是中国的经济多么好，就说改革开放，就是一个饭局上就一个搞经济的一个经济学家就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就是那个比那个毛时代不知道好多少。然后居然我这位就大家都是所谓的自由派，你知道这有点像那种公知饭局似的感觉。然后可是我这位老朋友就说你说错了，现在是最坏的时代。然后满座的人都说现在生活好太多，你在说什么？而且自由度我们就可以这样谈话，在毛时代你就拉出去枪毙吧。他说的一个绝，我现在回头想就是说的，正因为那时候就是人穷到那种地步，精神上压抑到那种完全没有自由，所以就是绝地反抗，人才会爆发，就是你没有活路，没什么可退的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所以文革一结束，毛一死，会有那种爆发式的，大家说再不能这样了，我们一定要改革，对吧？现在经济好了，大家都有饭吃了，没有必要再去付什么那么多代价去争取那点什么政治权利也好，什么自由也好。所以你看吧，现在这个局面是非常难以改变的，且改变不了呢。我觉得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对，那会儿很多人还说，哎，我们现在经济到这个，是不是应该有政治改革呀？对，其实你现在看来，他说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现在这么难，还可以啃老一代还可以跳广场舞，到处旅游，有几套房子，尤其是那些对酒店无比的便宜，到处都特别便宜。中国人就现在整个在很多就是西方的、欧美的那中国人的形象完全不是一个穷光蛋，而是一个特别有钱，然后不仅是高铁什么的这些。为什么说到这个呢？是因为海外的好多人就整天就说，哎呀，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
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统治什么时候能垮？就有一些人就特别的说，哎呀，这个经济2-3年不行了，就特别聪明的朋友，对，是，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 wishful thinking。我说我要反省，就是我其实从03年搬回去。然后到07年以后，我又两边走很多年，我都其实经历了你前面你曾经说过那个，就是那个公知和那些微博时代，大家觉得公民社会非常活跃，言论空间非常大。可是实际上我回头想，我们活在一个有点像一个虚假的一个幻象，以为这个空间是可以影响广大的人，其实没有。我回想我那么多年，我在北京那时候也就是住在那儿，就这种小区里面，只要出了我自己的这个朋友的圈子，就普通的这些其他的也是中产阶级，按说他们也应该对什么言论更开放啊、民主啊什么的个人自由有一些想望。我没有在任何的场合，不论是饭局还是邻居聊天，没有任何人提过关于跟人权有关系、跟民主有关系、跟选举没有，都是哎谁买房了，什么股票怎么样了，房地产怎么样，孩子上哪儿上学呀，出国什么，全是或者家长里短这些八卦。其实就是说出了一个一定的圈子，中国的大多数人好像他们真的是没有那个除了生活安逸之外的愿景。对，那有的时候我又在想，就说你能把你自己的一些愿景强加给这些人吗？不能啊。对，一定是对吧？发自内心，他要发自内心，他自己要，他自己要这个东西。4·5运动的时候，你在北京吗？就是在呀。对，那个就是我觉得好像记述的不是很多，但是从我的眼里面来看，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1976年4月5号，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么多人去读诗，这么多人去借着这种悼念周恩来的这个名义，然后其实是去反对文革，对吧？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就是已经有点压不住了，就快到了那个能够容忍的边缘了。就是除了贫穷，是精神上的那种禁锢。已经到了一种就是说超越了一般人能够就是接受的这种程度了。对，而且在就是那也是一个就是造神运动，毛就是真理，然后就是大家读书有任何其他的信息的来源只能是那种手抄本啊、地下文学，就那么一点缝隙进来，你都能够就是说挡不住人对这种我要一个更自由的、更开放的一个生活。我觉得那时候可能的中国和现在的伊朗有点像，可能有点像，对，所以我就说我回想那个朋友，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那个文革那时候就文革末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他说，当然他说的有点就是为了渲染，有点绝对，他就把话说到头，就是说现在其实更糟。他的意思就是说物质生活好了，可是真正深层的社会变革的希望更渺茫了。我不得不那个什么，不得不抬个杠，就说这不是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啊。大多数人并不想要政治自由，大多数人并不觉得就说这种政治和自己有特别特别多的关系。他们确实也就是想着说结婚、买房、买车，孩子上个好大学。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你不是就是说我是在检讨我自己。对，就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我就说你这个朋友说的这个话就很容易被人这么抬杠。对，就是他认为，因为他自己的愿景是觉得这个中国不能只是富裕，还应该更自由、更文明，然后人的尊严是多方面的，应该有权利说话，应该有权利选举自己的领袖什么等等。他是这种，但是就是说他是少数人，从他的愿景出发，他觉得实现这种更文明、更人道、更有尊严的中国的可能性，在这个物质相对改善的这种环境当中更渺茫了，因为大多数人不关心这个，除非你逼得他吃不上饭了，他会加入，就是说一个造反的人群。而且就说4·5运动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像现在伊朗是吧，80%的，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然后受教育程度也没有那么高。伊朗人受教育程度非常高，对，但是他读了博士也是去开出租车司机，这是我10年前就听说的，对，就没有什么就业机会，所以就是中国社会现在还是张雪峰的社会。张雪峰眼里的社会，所以为什么他是那么受认同？在微博上面，
被那么多人感激，就是大家认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觉得在现有的这种制度环境也好，包括高考在内的这种轨道上，还是可以继续活下去的，还是可以继续往前，没有逼到就是说，因为中国历史上你看造反也的确就是到吃不上饭了才造反，对，是不到那个就是大家现在饭还是能吃上的，而且有些人还吃得很不错，对吧？伊朗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吃不上饭的了，但是他可能一个是多年受制裁，对吧？所以他对他的经济肯定有问题，然后他的这个神权的压迫，因为毕竟中国作为一个女人，我不得不说，那做中国女人比做伊朗的这种社会女人，对，那要是我觉得在伊朗做一个女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不能想象为什么女性都那么勇敢？对因为我去年就刚去了，还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就是这个叫什么摩洛哥，它是北非，但是它也是伊斯兰的国家呀。它相对来说那就比伊朗要开放多了，它还有各种法属殖民地，对，是有欧洲的影响，然后各种就是世俗化程度什么的。但是就是那样，我在那1周之后，我就每天就是有5次在那儿祷告，就是城里边，不论你在大城小城那种老城，你就一方面看着那种灿烂的世俗文化，它那种老街之有意思，琳琅满目。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像黑斗篷似的女人在街上走，或者大家就都在那个，然后你去了那个最古老的大学，世界上应该是而且还是一个伊斯兰女性，一个贵族女性创办的。可是到今天那个学校不许没有女生的，就只能男性接受教育。我就不能想象，而且他那个皇宫就是这些，就是也宗教地位也高，然后氏族地位，他那个国王那之巨大和普通人那个差距之大呀，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对吧？那么对一个一般的人，就是要一个生活安逸，我能活下去，我能有饭吃，然后女人也不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嘛？你看，说实话都没有，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管了啊。就是说，你这个电视上什么形象啊什么的这些，然后中国也是没有一个，原来政治局委员好像还有一个女的，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就这种连装都不装了。对，装都不装，就女权的这种倒退。你知道现在高铁上什么都可以买得到，连咖啡都可以要得到，但是还不卖卫生巾。你看，就是吧，还在讨论，这讨论了好多年了，就好像卖卫生巾又不是送卫生巾，有什么问题？对，就这种倒退，包括对这种同性恋的包容，一切都在倒退了。就中国还没有到有足够大的人群形成一种共识，就是说这个基本的秩序是不对的。然后我们这个政府，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政府了。对，你现在中国还是可能有很多人在私下吐槽啊什么，或者就是说明里暗里在网上，其实虽然大家也都就是说绝对没有当年像我们那个时代对毛呢，真的简直就是崇拜啊，就是神话。现在这位就这习近平，就是大家明白的人就是不提他的名字，这也是一种景观，就是已经很多年没有到这种习近平这3个字，就我们周围我认识好多朋友都不能说这3个字，除了他说这3字可能会被审查，你这个帖子发不出去啊或者怎么，另外他有一种恐惧了，已经就觉得这种个人崇拜也到了某种地步了。可是就是这样的话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呀。就是说我不说他的名字就不说又怎么样呢，对吧？然后你的那个饭还是吃的不错呀。名字现在其实很多人说了，就是我刚做播客的时候，22年的时候收到的最多的反馈就说他的名字是可以说出来的，就当时很多中国人都觉得很震惊，但是从白纸以后，很多人都习惯说了，而且我听说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什么，我们那些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很多都是这种的自由派了什么的，都知道这个不能说，但他们说现在经常到饭馆里面去，那在大厅里坐的就在那骂，在大厅里那就是指名道姓的骂，但是在微信上面，对，可能在不能那个管的那种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共识的形成，你看白纸的时候，疫情22年清零的这个共识还是形成了，当然也还有很多人是支持这个清零运动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因为清零过不下去了，因为清零这个心理出了问题了，
那为什么后来有白纸？就是当然不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的运动，但是它的这个情绪是有共识的。就最后很多小区都是和这个管的这些保安了什么的，这个街道办了之类的，就有很多的冲突。我觉得中国社会是可以形成共识的，但是呢，现在我这个话可能就是对于海外的一些所谓的反贼呀什么之类的这种的民运的这些人说的，就是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一步。前面说的是一个就是大多数人还可以过得下去，有少部分还有一个中产或者更富裕的阶层，对，没法统计，因为它是一个黑箱，就是所有的统计数字都靠不住的，对吧？所以你只能粗大略的估计啊，就是大略的估计，就是从希望它变局的这个角度讲，也是很不容乐观的。这个所谓中国崩溃论早就不知道唱了20年，已经现在就唱这种调子人已经不太被当真了。而且现在不是中国崩溃论，不是现在叫 China Maxim 嘛？就中国文化热吧，可能是就在年轻人里面，这种美国了什么的这种年轻人里面都觉得要学中国这些东西，喝热水了什么的，里面泡枸杞子了这样子的，这些是好的，无伤大雅，他们可以泡一泡嘛。这种就是也是一种所谓不知道算不算东方主义啊，就是异国情调嘛。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讨厌美国。对，所以他们就是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所谓的敌人吧，对手，就要把中国去美化，也是就是现在是一个很魔幻的这种的。对，这也是一个比较天真的、傻乎乎的、一厢情愿的这种投射。我觉得这每一代都会出现。中国的崇洋媚外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就把美国的月亮都是圆的什么，就是这种都是夸大的，都是因为你不了解里面的内囊，你不了解，没有深入了解这种想象，我觉得也不足为奇，也不值一谈。但是关键的是中国的就是变局，现在肯定是没有什么绝大多数的人能形成共识，而且少数的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还有不少就是很恶劣的这些社会精英，他其实我觉得因为他自己的利益在内，他还要帮助就是这个政权这个当局要维持这种假象。这个游戏规则不仅好，而且我们现在是盛世，我们现在是大国崛起，现在就是有一批不是现在还是中国人中华文明都8000年了吗？对，包括我就是说那个冯石这个冯石，为什么我对我的当年这个《锵锵三人行》这个窦文涛，我去文涛，我实在是我恰好看了那一集，其实后来的这些圆桌派我都不怎么看。是他上了圆桌派是吧？他在圆桌派去做这个冯石，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国学的，就变成好像很红，他也好像是不是成网红了，我不知道。就文涛给他们做了一集，徐子东还是谁我忘了，反正他们就在谈。他就谈，就是说中国文明不仅古老，而且就是一直可以追溯到8000年，都不要什么就是以前那断代史，就是说夏朝不只是传说，也有工程什么，这都就算够的，还要去论证的，还要去论证。现在就一下倒到了8000年对，就越退越远，更早的当然就是顾颉刚他们那就是叫什么遗骨史还是就说其实夏朝都没有信史，所以我们就不要说那么长了，就不要说5000年了，可能就是3000年或者4000年，对吧？对，你现在就是干脆一家伙拉到8000年，而且他那个就不仅是8000年，而且就是那时候是多么的伟大，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其实到后来这个世俗化是越来越差，当然这里面它也可能你可以读出来一点小的这种刺儿，就是说后人你看我们现在不行了。可是总的来说，它是复合了一种现在整个中国宣传的这种，就是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文明，而且这个文明是独特的，是非常优越的，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嘛。对，这是一个大工程。我看有一个人评论特别有意思，他说：“想想过几十年，非洲有哪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厉害，出一个领导人特别要这个自信那个自信，然后说我们非洲的文明有10万年。”我们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人家东非大草原走过来走出来的。但是这个现象我们怎么说到这儿呢？就是说中国现在不仅就是说经济可能还没有到什么所谓崩溃的边缘，它还有很长一段，而且中国的很多的精英在附着在这种所谓东升西降，然后中国国力、中国模式是不仅是
正确的，就是要有道路自信，还要有文化自信， 对吧？文化自信、文明自信，还要为他背书。然后我们前面还说过中国的一批艺术家。这刚才说的这是学者，学者还一大堆了。这种中国你什么张维为啊什么的，还不要说这些这种媒体上的这叫什么胡锡进，就一大堆这种精英，然后要为他这种什么中国的法，比如说国安法为什么有道理，就有清华的一些我都忘了什么将士宫啊还是什么，反正各行各业。然后电影界我们前面说到了一批拍这种大片儿。把这种所谓中国的这个韩战又是光荣的正确，然后全部是伪造、删节历史、篡改历史的，为这个当局的这种史官来背书。就是习近平说要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现在他们出版的这些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就完全是伪史，对，就把真相抹去，然后突出一个就是中间就是永远是伪光正，就是共产党是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因为美帝国主义是要不去朝鲜的话，就要侵略中国。对，哪儿这么回事啊？就当然是北越，就北朝鲜先侵略南越，然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去，对吧？然后你这最后一个3·8线，等于是毛泽东在当初一个就是在共产世界里边被斯大林羞辱看不起的一个人，他等于像投名状一样，我不怕死人，我们就是死中国人。斯大林是不想派兵的，因为他派兵他怕得罪美国，那个大头是美苏两边的较量嘛。毛泽东说我们派人，我们死了多少万，是50万是多少，反正就是很多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非常惨烈。好像就是说，你看。我们捍卫了共产阵营的这个，就是你最后你这个韩战的结果牺牲了这么多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保住了一个什么呢？保住了一个金家王朝。现在是最反动、最腐朽、最落后的共产阵营里边的一个，它还有原子弹，完全就是赤裸裸的是一个王朝。已经第3代了吗？这就是韩战的12岁。对，现在12岁。当然，我们前面有些这些话，就是中国还没有到那么坏的，就是现在经济是很不好，很多人过得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个数量呢，可能还没有远远没有到最坏的时候，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呢，同时呢，在中国的官方和中国的一些普通人的眼里面，还是盛世。这个盛世的景象是要营造的，所有就有这种的电影导演了，就文人吧，说的不好听一点的知识分子，然后学者都还是有很多出来给他捧这个盛世的这个景象的。虽然可能10几年前，陈冠中写盛世是吧？那个是另外一回事，确实是那是00年代那个时候的盛世，那时候就有很多人是生活的其实是非常的很不好的。可是呢，现在是。好像连国外都在认同的中国的一个盛世，但是这个盛世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伊朗那么，不光是伊朗的普通人，就我们上次说这个伊朗的导演，这个电影界，他们对于这个他们和这个审查制度的这种决裂，我就完全就不管这个审查制度，就是我们俩。前几天我们同一天晚上看的这个《一夜菩提》，这个导演，我那天念了一下，但是我真太喜欢这段话了，所以呢，我给很多人都发了这个截屏，这是纽时上面一篇文章，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到时候我们在链接里面，就是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发一下链接，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他这个人呢，这个一念菩提的导演拉苏鲁夫，他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另一部电影被单独监禁，在这个过程中，他反思过往，他突然意识到，伊朗艺术电影赖以生存的寓言手法令他感到厌恶，充满了懦弱，是一种同流合污。例如呢，他在早期的这个电影里面，他觉得自己巧妙地把这个政治信息融入故事，塑造了比如说有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独裁的船长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可以被解读为伊朗最高领袖的隐喻，但只有在观众选择这么想的时候，这个隐喻才成立。如果观众不这么想，这个隐喻就不成立。他说这个是带引号的，他说那些隐喻和预言之类的东西其实是极权主义的美学，它是一种隐晦的压制，阻止艺术家表达自我，阻止他们表达真实的意图。
这种美学导致了电影的政治阉割，我已经厌倦了这条路，我想创作写实的影像，在我的艺术中表达自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特别了不起。那篇文章我为什么推荐呢？我也跟你说过，我跟好几个朋友都说了，我看了，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就是他怎么从伊朗逃出来的。就他在拍摄这个一夜菩提的时候，他已经因为另外的影片就是被控告了。他当时就问他的律师说，他正在拍，是私下拍的，说我还有多长时间？你觉得？那个律师说你有2个月。他说那行，我可以把我这个电影拍完。结果没过多久，这个伊朗政府又有什么操作，然后他就问这个律师说我还有多少时间？他说2个星期，他就还要继续拍，他就想把这个电影拍完。结果有一天这个律师说他们可能今天就可以来，就把你逮走了。他因为上一次坐牢，他坐了好几年，5、6年牢。他在监狱里面就认识了有这种人呢，他们就是专门负责把人从伊朗运到外面去的，就有点像人贩子这种，就你付他钱，他帮你那个。他就是那天他就联络到了这个人，然后他就把身上所有的电子产，就手机所有东西都没有，就人就这么像平时一样出去了，就找了，就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这么一直，然后一直到这个伊朗。就是这种的大雪山了什么的，反正就是到了一个村子边境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呢，他们就经常会让这样子的人待。结果这个村子的人就发现这个人可能很重要，因为把他带过来的人就老要来问说他可以，他行吗？他状况怎么样？就好像有点过于关心了。这村子的人就觉得这人肯定很重要，他要走的时候人不让他走，就抬高价格，说你要多给钱你才能走。对。就走了以后就翻山越岭，就是他是一个导演，根本就没有什么爬山的，就是有2个人，就是把他等于说是这么拽着一路拽了过去，过了边境到了外面去。他是不想离开伊朗的，他就是想把这个电影怎么拍完，就是他到了最后一刻。然后这个人，你看这个一夜菩提，我们看的就里面好多对话完全可以对应到中国一个做法官的父亲。他对这个体制他也有一些保留，但是他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到最后他和他的家人得利者，他的房子，他的优越的生活，对。然后他的2个女儿是这种青年学生，对，同学都在上街反抗，就是头巾革命，那就是叫什么？就是那个2022年的头巾革命，对。然后那个现场，然后怎么女生被打，警察抓人，然后这2代在家里面的这种激烈的这种撕裂，对吧？冲突一直到最后，是最后一场也非常震撼。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导演说他以前的电影呢，就和咱们中国一样，就是总觉得这个神权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永远是这个政权去碾压这些普通人的。对，他说他就决定以后是要反一个，这个结尾是要反个过的，所以这个电影的结尾是多么的出人意料。对，没错，我就觉得太就非常的 satisfying， 非常震撼，而且是那个场面我一看太棒了。哎呀，最后一夜菩提一定要看，一定要看，真的是太喜欢了。就 YouTube 上面还什么 Amazon 什么上面都是$3.99就可以去看。我没有看到你给我发这个文章，但是我现在听你说了以后，我就马上有几个反应哈。一个是就是说这种勇气和你是需要有一个深刻的一种灵魂拷问和自我反省之后，对吧？他因为显然这个导演之前的电影可能不论是以艺术电影的局面还是打擦边球的，他认为实际上还是一种懦弱和回避和一种生存之道，他还可以继续这样，可以通过审查可以拍电影。但是他一旦意识到了，就是那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懦夫，是一种懦弱，没有真正面对就是现实真正权，这个勇气是非凡的。就你刚才说的这个逃跑，包括他是一直在监控，而且我觉得他不止一个，还有其他的导演，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拍那个平常事故 Was Just an Accident， 他以前坐过牢，而且他这个最新的影片就拍曾经拷问他们的一个虐待他们的一个牢头吧，还算什么，他都是偷拍的，就完全是在监视之下偷拍，然后偷偷的运出去到国际法，这种勇气真的是非凡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你看世界历史上很多变局，就是一个社会，不论你有多少文化文明，你多少聪明人，但是如果没有勇敢，
我觉得你是没有未来的。说的这个勇敢是你现在看到所有最终享受了有尊严的有权利的生活的这些地方，都是因为他们勇敢，或者有一批勇敢的人敢于付出代价，前仆后继他们争取来的。一个懦弱的民族，你再聪明，你再有这个悠久的历史，可能有的时候越悠久，你要需要的那个翻的这背上的负担越重，你的坛罐罐你要牺牲的可能东西你要算计的越多，这可能变成了一种就是咒，你知道，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身上的咒，你就更没有血性。然后这个时间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反应。但是我不得不说，对，肯定会有一些人说，哎，你们又在这两个坐在纽约的两个人又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什么墙内的人去勇敢啊，这样子的一些话，对，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是让他们勇敢，就是让他们不要做帮凶。对，而且你们就是说已经名也够了，利也够了，你们应该让年轻人出来做了，不论是拍电影也好，你还是出版东西也好，对吧？我们其实现在看的一些就是这2年出来一些就是说脱口秀的，还有一些脱口秀大秀，其实都是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虽然他们也在打擦边球，就是他们在能悠的默，就是他们在调侃一些能是，比如说调侃自己嘛，我找工作有多难啊，对吧？我一看有一季的就是脱口秀大秀，每个人主题都跟这个相关，就是现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话题还能不能讲了。到后来可能已经，我现在说的已经是2年前了，可能对，现在有太多话题，就是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少。对，但是至少他没有去做帮凶。对，一个是他们没有去做帮凶，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老一辈，我都不想说我自己老一辈，但就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应该有一种惭愧。因为我们没有去给他们撑起来这片天，所以他们的天地就越来越小。这个是我就觉得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以前也是站出来说话的，我以前也是这种打擦边球的，我也有一些付出，我也被竞拍过片子什么什么之类的，觉得自己我真的是觉得很多时候，我来说就是说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我说要自我反省，就是说不论是前面我说过的，就是当时就是没有看透。整个这个就是所谓改良主义，通过经济什么自由，就是8、9当头一棒之后，后来又抱一些幻想，就是还觉得这种渐进的通过经济商业能够逐渐走到一个更深层的，包括政治改革，这是一个就是看的还是太天真，看的不够透彻的，这是一个反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得利者，我们也是从改革开放上大学，然后出国，然后又回去，就是游刃有余，对吧？我不是海归，可能据说那时候说你这种叫海鸥，海鸥还是飞来飞去的，对，多么的就是多么悠游自在的一种，对。然后自己打着擦边，就是包括我说参加那些锵锵三人行，那不就是一个经典的打擦边球的一个平台啊？但是当时也自己认为，就是说可能也是自己说服自己吧。说这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你总比不说好。你能说一些能够就是说点人话，我当时就是说不，因为太多的其实还是一直在说鬼话和孙子话什么的，一直源源不断，所以你还觉得你在一个就是在改良主义的框架之下，你还做了一点事儿。但是回头想，其实这不是等于是就是说你就像那个伊朗导演说的那个嘛，就是你自己说服了自己，就是说我其实这不是懦弱，我是在现有的状况下还在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我不能说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是无效的，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人到现在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后来我出了80年代访谈录以后，还有不少后来70后甚至80后的人还说，就是说哎呀，还是有你们那个年代比现在好，还是要就是说你还是要有的时候要讲一些你自己经过的事情也好，还是外面听来的信息也好，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对。但是我们没有伊朗这个导演他们这一批人的这种走得这么远。中国其实不是没有，我是说我自己说啊，我不是那样的人。就比如说我哥哥这样的人，还有我们前面说的像胡杰，还有拍什么铁西区的那个王斌，他们都是很小的制作，然后很有限的空间，但是他们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有这样的人，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呢，没有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就是看伊朗电影，看他们的这些导演的这种勇气，他们怎么突破自己对于自我审查的这种警醒，不要就是对于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只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而不是说我沾沾自喜。这是另外一种勇气。我是特别特别的佩服这个东西。就是中国老话说知耻近乎勇，对吧？对，你不是说让你一定要做自我牺牲的一种烈士或者那种勇敢，我们首先就没有做到，也没有权利要求在里面的人这样做。虽然有一些很少数人确实这样做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我们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对，前边就是早有林昭，有玉罗锦，无数的刘晓波，王佩英，然后后来有许志勇，对吧？现在还在坐牢的任志强，对，然后有许章润，有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的，对，现在还有，我们对他们无比的敬佩。虽然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并不是要求大家都来做他们，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是一种 awareness， 要有一种 self-conscious， 你至少应该有一个自省。对，你不要就是说，为什么叫知耻近乎勇？就是你可能不是我们希望达到的那种勇敢，但是你自己要知道什么是耻，不要就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现在有一大批这样的人，你知道，他不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可耻的，他觉得是很光荣的，因为你看座上宾大片儿，然后还是有那么多的票房。这个我觉得就是连底线都没有了。你自保，我们老话还有一个底线呢，对吧？有道则显，无道则隐。至少不说话，可以做到吧？对，可以不可以沉默？对，可以不可以做点别的？没有让你做大丈夫。大丈夫我们也是有标准的，不是一直这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真是。我觉得说了这么多，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这一代人，我们都是改革年代的受益者。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对着年轻人现在的这种挣扎，应该是感到惭愧的。我其实想说，我觉得我想说的是这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走得更远，我们没有能够就是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改变做出最大的努力，做出更多的努力，对，我觉得是这样。张老师呢，本来还说我们俩应该喝红酒，被我否了。太多的那个节目都是2个3个中年男人，然后一人拿一杯红酒在那聊，这我觉得咱不能走那个套路。这种节目我从来没看过啊，你没看过，所以你不知道，所以你会提议这个。你要是看过，你确实喝红酒，而且你的酒量不小啊。你的酒量，咱俩你是喝白酒的，咱俩路数还不一样。我喝红酒，你是喝清酒和白酒的。对，没错。所以呢，咱们那个信息有点太多了，就算了，咱就喝清茶。尤其是既然是下午，对吧？对，下午茶是连咖啡因都没有的薄荷茶。英明决定，很正确。好。